欢迎大伙儿来到音乐背后的故事，看看这画面震撼吧。这是专辑的官方宣传短片，长约4分钟。杰克逊以军事领袖形象出现，穿着白色军装，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行进。画面采用黑白调，配古典强劲的背景音乐，军队整齐划一，像是一场征服世界的游行。周围是狂热的粉丝和民众。杰克逊的表情严肃而坚定。这段场景灵感来源于苏联和东欧的军事宣传风格，象征杰克逊在经历1993年儿童性侵指控风波后的重生和抗争。视频高潮部分，一个巨型杰克逊雕像从帷幕中缓缓揭开，伴随烟火和欢呼。雕像造型，杰克逊双手紧握，侧脸凝视远方，双目如电，象征永恒的历史。这个画面直接呼应专辑主题 History 历史和它的故事，并与现实中的全球雕像巡展联动，像伦敦泰晤士河上的雕像漂流。这些画面被视为杰克逊视觉艺术的巅峰，充满史诗感和象征主义。军队行进的节奏感和雕像揭幕的仪式感，像是一部微型电影，融合了杰克逊的舞蹈天赋和叙事能力。《纽约时报》评论家称其为军事和雕像场景的视觉盛宴，突出杰克逊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宏大叙事的才华。他借鉴了卓别林和苏联电影的元素，营造出英雄叙事，让观众感受到杰克逊的韧性和艺术野心。许多粉丝认为，这段视频是杰克逊王者风范的最佳体现，震撼人心，堪比 Thriller MV 的创新。这些画面极大提升了专辑的文化影响力，成为90年代流行文化标志。军队场景象征杰克逊对抗媒体和不公的战斗，激励了粉丝群体。雕像揭幕则强化了杰克逊的全球偶像形象，推动了专辑在欧洲的爆红，英国销量冠军。它是政治批判和文化宣言，揭示杰克逊的复杂性，从受害者到征服者。作为宣传工具，这些画面是天才级的震撼、难忘，推动了专辑成功。30年后，它仍被视为流行营销的经典案例，提醒我们，杰克逊不仅是歌手，更是视觉革命者。今天我们要聊的可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流行故事，而是一场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在他人生最低谷时发动的音乐反击战。你敢信吗？ Michael Jackson 那个曾经万人敬仰的流行之王，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风暴中心，被全世界骂成怪物。1993年那场指控风波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将他多年积累的声誉和形象几乎冲垮。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公众的质疑声浪，还有那如影随形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为了应对这巨大的压力，他开始依赖药物来寻求片刻安宁。就在这时，一张名为《History》的专辑横空出世。但这不仅仅是一张新专辑，它更像是迈克尔在危机中为自己写下的辩护书，是他向世界发出的呐喊。咱们得说说当时的大环境，迈克尔·杰克逊跟那些八卦小报的关系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从80年代末开始，各种奇奇怪怪的传闻就围绕着他，什么睡在高压氧舱里买像人骨头之类的。虽然他一直否认，但负面消息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1993年，那场儿童性虐待的指控彻底引爆了舆论。虽然最后没有被起诉，但整个刑事调查过程，媒体的聚光灯几乎把他烤焦了。压力之下，谁能不崩溃？迈克尔也开始依赖药物来缓解痛苦。所以《History》这张专辑对他来说不仅仅是音乐，更是反击，是证明自己还能继续前行的宣言。History 是杰克逊继1991年 Dangerous 之后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也是他在遭受指控后推出的第一批新作品。当时
音乐产业界的普遍看法认为，杰克逊的商业价值受到了严重损害。到1994年，匿名音乐高管的调查显示，杰克逊甚至没有进入最热门音乐人榜单的前20名。许多人宣称他的事业已经结束，认为他是受伤的商业资产。这张专辑因此被视为杰克逊对外界质疑的直接、激烈的反击。这张专辑的结构很有意思，是双碟合集。第一张碟叫《History Begins》，历史伊始，里面收录了他1979年至1991年在 Epic 唱片时期那些金曲。你想，这不就是给市场和粉丝们一个交代吗？保证销量肯定没问题，但真正的精髓在第二张碟 History Continues， 历史延续。这里15首全是新歌，是他在这场风暴中创作出来的，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更是他想借音乐表达自己内心挣扎和抗议的地方。这种双碟设计是一种高明的战略机制，它既满足了索尼唱片公司发行一张能够保证销量的精选集的需求，同时又赋予了杰克逊足够的长度和范围，来创作一张全面、深刻的个人自传和抗议专辑。迈克尔心里清楚，光靠发几张新歌是不够的。那些评论家都说他商业价值已经死了，他得干一件大事，得搞出点纪念碑式的动静来。怎么搞视觉奇观？他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听到、感受到他的存在和他的愤怒。这就是专辑的推广活动里的那个巨大的杰克逊雕像，象征着他的国王地位和专辑的历史主题。他要用这种销量和奇观的武器化策略告诉大家，我不仅还在，而且我的新作品那些充满怒火的声音是有道理的，是必要的。这些雕像不只是道具，他们是杰克逊在低谷时的一次大胆宣言，用艺术和规模碾压争议，提醒世界我是流行之王。该雕像基于艺术家 Diana Walczak 创作，杰克逊还在中途做了笔记，担心他的大腿太胖了。索尼找来英国雕塑家 Derek Howarth 和他的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赶工10个巨型版本，每个雕像高达约10米，重达19吨，用钢框架加玻璃纤维材质，镀金或银色表面，超级奢华。成本据说总共砸了上百万美元，90年代的钱够夸张了。这些雕像不是摆设，他们被运到世界各大城市，像杰克逊的分身一样巡回宣传专辑。索尼的营销策略是让杰克逊的形象征服全球地标，制造轰动效应。第一个，杰克逊的雕像乘驳船顺着泰晤士河漂流而下，停在伦敦市中心。路人目瞪口呆，以为是外星人入侵。他立在河边，配上烟火和灯光秀。宣传片里杰克逊的 Scream MV 剪辑循环播放，瞬间上头条。其实早在 Thriller 和 Bad 的时代，迈克尔的歌里就已经有些偏执的影子了。但到了1993年之后，这种感觉被无限放大。History 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一个大转弯。以前他对媒体可能还比较含蓄，有点欲说还休，现在不一样了，直接开怼。你看那些新歌，像 DS 就是明枪暗箭地指向某些人，而 Tabloid Junkie 更是直接把整个八卦媒体都给骂了。这张专辑简直就是他站在法庭上一边哭诉冤情，一边愤怒控诉的现场直播。咱们重点聊聊这张专辑的第二张碟，声音风格跟以前很不一样了。昆西·琼斯离开后，迈克尔自己当起了制作人，掌控力更强。当然，他也拉来了不少大咖帮忙，像 R. Kelly、Jimmy Jam 和 Terry Lewis， 还有大卫·福斯特、比尔·伯特雷尔这些制作天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妹妹珍妮·杰克逊也参与了 Scream 的演唱，这阵容豪华吧。而且你看，像 R. Kelly 风格比较硬朗，
这也暗示着他想要一种更激烈、更具攻击性的声音来配合他当时的心情。这张专辑的声音真是让人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不再是以前那种顺滑的流行 R&B 了，他开始玩起了混搭硬摇滚来了。ES 里请来了 Slash 弹吉他，够狠。嘻哈节奏也来了 ，Toe Bag。这首歌还邀请了奥尼尔现声说唱，甚至连古典乐都用上了，创造出 Earth Song 那种宏大悲壮的感觉。评论家形容这声音是磨人的、粗糙的、愤怒的。迈克尔这是故意的，他就是要用这种不那么讨喜，甚至有点刺耳的声音，把心里的那些烦闷、愤怒、疏离感通过听觉直接砸到你脸上。迈克尔对音乐制作有多较真儿？大家都知道，录人声的时候，一段歌词可能录20条，然后杰克逊一条条看哪个版本最好，就说《Earth Song》这首歌吧。这首歌的诞生过程异常复杂和精益求精。早在1988年巡演的时候，他就有了灵感，当时叫《What About Us》，他希望这首歌的歌词能触动人心，但旋律又得简单，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跟着唱。后来他和比尔·伯特雷尔一起琢磨了1年多，大卫·福斯特也插了一手，最后还是用了伯特雷尔的版本，结尾加了点新的人声。这精益求精的态度，再加上和妹妹珍妮、R. Kelly 这些大咖合作，使得他充满争议的艺术表达获得了顶级的制作水准和明星效应。例如，与妹妹珍妮在《Scream》中的对唱，为专辑反抗媒体的立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杰克逊王朝的统一战线，而 R. Kelly 参与制作的《You Are Not Alone》则提供了一首具有高度商业价值、主题普世的情歌，与专辑中强烈的自我中心主题形成刻意的对比，保证了这张专辑的质量和话题度。好，现在咱们深入到专辑的曲目，也就是 History Continues 这部分。如果说第一张碟是怀旧和交代，那这张碟就是迈克尔的真情流露和火力全开。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个部分来看：对抗、隔离与和解。首先是那些充满对抗情绪的歌，这是一个激进的开场，表达了杰克逊的愤怒、反抗与媒体对抗。这些歌里充满了愤怒、反抗，特别是针对媒体和某些特定人物的。然后是像《Stranger in Moscow》这样的歌，它就比较内敛，讲的是孤独、疏离和脆弱。当然，专辑里还有寻求和解的部分，但今天我们重点聊聊这些充满力量的对抗之声。专辑一开场就是《Scream》，这歌一听就带劲，节奏是那种爆发性的、工业感很强的 R&B 和嘻哈混合，鼓点敲得你心慌，歌词里全是火药味儿。这首歌可是专辑里的一颗重磅炸弹，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最绝的是，这歌是迈克尔和他妹妹珍妮合唱的，兄妹俩的声音一碰撞，简直是炸裂。下面我来讲讲这首歌和他的 MV 有多特别。先说背景，1993年，杰克逊被卷入儿童性侵指控的风波，虽然最后没被定罪，但媒体和公众的攻击让他备受压力。Scream 就是他在这段低谷期的呐喊，歌词里满满的愤怒和无奈，直指媒体的抹黑和公众的误解。杰克逊用这首歌表达我受够了的心声。音乐风格，这首歌是流行和摇滚的混搭，带着点新杰克摇摆的味道，多亏了制作人 Teddy Riley。节奏超级抓耳，鼓点强劲，杰克逊和珍妮的嗓音碰撞，火花四溅，尤其是副歌部分，杰克逊那标志性的高音和喊叫，简直把情绪推到顶点。歌词很直接 ，Stop pressuring me, just stop pressuring me， 别他妈再逼我。还有 Somebody's out, Somebody's out to use me， 有人想利用我。杰克逊和珍妮轮番唱，像是两兄妹在并肩作战，替杰克逊发声。
特别有力量。杰克逊和珍妮的合唱是这首歌的灵魂，兄妹俩的默契感爆棚。珍妮当时已经是 R&B 天后，她的声音给歌曲加了一层现代感和女性视角。Scream 的 MV 绝对是音乐录影带史上的经典，堪称一场视觉盛宴。MV 由大导演马克·罗曼尼克执导，他在1995年发布，当时耗资700万美元。他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音乐 MV。根据2024年的通胀调整，约为1420万美元，这在90年代可是天文数字。高昂的成本来自其复杂的制作，视频共拍摄了11天，使用了11个不同的场景，其中计算机生成的飞船场景耗资6.5万美元。在拍摄过程中，有价值5.3万美元的吉他被损坏。下面聊聊它的亮点和意义。MV 的场景设定在一艘黑白风格的太空飞船里，超有未来感，充满了冷峻和高科技的氛围。杰克逊和珍妮像是被困在未来世界的孤魂，象征他们被媒体和外界孤立的感觉。杰克逊的舞步在这支 MV 里依然是焦点，月球漫步、机械舞，还有他和珍妮的互动编舞，超级抓眼球。MV 里杰克逊和珍妮的动作和表情都带着满满的愤怒，他摔吉他、砸东西，用舞蹈宣泄，那股劲儿就是在对全世界喊：你们不懂我。珍妮也很酷，短发造型加上强硬的态度，完美呼应歌词里的反抗情绪。这首歌就是他反击的第一声怒吼。MV 的太空飞船和孤立感，暗喻杰克逊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他通过激烈的舞蹈和破坏场景来表达内心的挣扎，像是对媒体和公众的无声呐喊。MV 里还有个画面，杰克逊对着虚拟屏幕上的新闻标题发飙，直接点题了媒体迫害的主题。这支 MV 拿下了1995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舞蹈奖，还获得了格莱美最佳音乐 MV 提名。他的视觉风格影响了后来的很多 MV， 尤其是在科幻和情绪化表达的结合上。这个 MV 为什么这么特别？一个是这是杰克逊的个人宣泄， Scream 是杰克逊最直白的情绪发泄，歌词和 MV 都像是在对全世界喊：你们不懂我。尤其是经历了93年的风波后，这首歌让他把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全唱出来了。兄妹情，杰克逊和珍妮的合作让这首歌更有情感深度。珍妮站出来支持哥哥，不只是音乐上的配合，更是家人间的仗义支持，特别感人。时代印记，这首歌和 MV 是90年代杰克逊的缩影，展现了他在巅峰后面对的挣扎。他用艺术回击争议，证明自己还是那个无可替代的流行天王。小彩蛋 ，MV 里有个细节，杰克逊和珍妮在飞船里玩电子游戏，屏幕上还出现了杰克逊的经典歌曲标题，像是在致敬他的音乐生涯。这首歌是 History 专辑的双 A 面单曲之一，和 Childhood 一起发行。一个愤怒，一个温柔，展现了杰克逊性格的两面。总的来说， Scream 是杰克逊在职业生涯低谷时的一次强硬反击。歌和 MV 都充满了力量和艺术感，它不只是首歌，更是他对世界的一次大声呐喊。如果你还没看过 MV， 强烈推荐去看看，那股愤怒和酷炫的视觉效果绝对会让你震撼。接下来这首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他们不在乎我们，这首歌一出来，争议就来了。它的主题非常直接，就是控诉社会不公、种族歧视、警察暴力，还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怎么欺负弱势群体。歌词里反复唱着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听着就让人心寒。音乐风格也很硬核，古典，像打仗一样，背景还有合唱，感觉像在吹响战斗的号角。这首歌有2个 MV 版本，
一个是在巴西贫民窟拍的，另一个是在监狱里拍的，画面都很震撼，直接把社会问题摆在你面前。不过这首歌刚出来就惹了麻烦，主要是因为原版歌词中包含2句被认为具有冒犯性的词语 "Jew me" 和 "Kick me"， 尤其是后者是对犹太人的贬义词，这引发了强烈批评，特别是美国犹太人团体，如反诽谤联盟认为这些词语可能会煽动仇恨和报复。你想，迈克尔那时候本来就处在风口浪尖儿，93年的指控让他被媒体妖魔化，这下争议更大了。有人觉得他是借机发泄对某些群体的不满，甚至有点受害者情节。迈克尔这边赶紧出来道歉，说绝对不是那个意思。他解释说，歌词中的 Jew 和 Kike 是为了描述社会中的歧视现象，站在被压迫者的视角，而不是针对犹太人。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感受到被歧视的痛苦，是为了唤醒大家对平等和爱的关注。他还修改了歌词，把那几句敏感词用音效盖住了。他的本意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种族、宗教和阶级压迫。他在采访中说，我用这些词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被歧视的痛苦，不是要攻击任何人。他强调这里的我们是代表所有被忽视的群体。支持者的观点，许多歌迷和学者认为，争议被媒体夸大了。杰克逊的职业生涯一直倡导种族平等，他的意图更可能是用挑衅的语言唤醒社会关注，而不是针对特定群体。支持者指出，杰克逊的团队中有犹太裔成员，他本人也与犹太社区有良好关系。尽管修改了歌词，争议仍影响了歌曲的推广，尤其在美国，电台和电视台对播放这首歌持谨慎态度。然而，争议也让歌曲的主题更受关注，很多人开始讨论杰克逊想表达的社会正义问题。尽管在美国因为争议，这首歌的单曲成绩不算特别突出，单曲在 Billboard Hot 100仅排到第30位，表现不如预期，但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反响非常热烈。英国单曲榜第4位，德国登上单曲榜第1位，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也进入前10。尤其是在巴西和拉美地区， MV 的背景和主题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张专辑也因此卖出了超过2000万张。2个 MV 的视觉冲击力让歌曲在 MTV 上频繁播放，尤其监狱版 MV 因其大胆的画面成为话题。巴西版 MV 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拍摄，与当地桑巴乐团 Olodum 合作，将巴西桑巴节奏融入歌曲。MV 充满色彩和生命力，展现了巴西底层社区的活力、挣扎以及韧性，传递了全球化的反压迫信息。歌曲的主题具有普适性，触动了世界各地被边缘化群体的心声。在巴西和南非等地，歌曲被视为抗议不公的战歌。They Don't Care About Us 是杰克逊音乐生涯中最具争议和影响力的歌曲之一。他以硬核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控诉了社会不公和权力压迫。尽管因歌词引发反犹太争议，歌曲在全球，尤其欧洲和拉美的商业表现强劲。2个 MV 以震撼的视觉语言强化了主题，成为音乐 MV 史上的经典。这首歌不仅反映了杰克逊在90年代的个人挣扎，也成为全球抗议运动的象征，至今仍激励着人们为正义发声。歌曲的主题具有普适性，触动了世界各地被边缘化群体的心声。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它延续了60、70年代民权运动的精神，用音乐作为武器挑战不公。MV 里插入的真实历史画面，像种族暴乱、警察暴力，都让人触目惊心。后来像黑命贵这样的社会运动中，
这首歌的歌词影像都被用来表达反抗，可以说它超越了迈克尔个人的困境，成为了全球范围内争取平等和正义的象征。幕后花絮，大家都知道，斯派克里执导了2个版本的音乐录影带，一个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拍的，为了拍摄，里甚至需要与当地的贩毒集团头目进行谈判，结果对方回复，只要有迈克尔·杰克逊在这里，这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是 DS， 听起来就有点神秘，一首硬摇滚歌曲，主题围绕着苦涩、不信任和执法部门的腐败。专辑里的一首相对低调但争议性很强的曲子，它没像 Scream 或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那样大热，但对杰克逊的粉丝来说，这首歌有独特的背景和情绪。这首歌创作于杰克逊经历儿童性侵指控风波之后，那段时间他被媒体和法律系统猛烈攻击，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受到巨大压力。DS 是杰克逊对某些特定人物和系统的直接回击，充满了愤怒和讽刺。歌名 DS 表面上说是关于一个名叫 Dom S. Sheldon 的人，但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影射加州圣巴巴拉县的检察官托马斯·斯尼登，就是那个主导了对杰克逊儿童性侵指控调查的人，并在2003至2005年的另一起案件中再次起诉杰克逊。迈克尔和他的团队觉得斯尼登对他有偏见，调查过程很不公正，所以这首歌就是迈克尔用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进行的回击，用缩写和虚构名字是杰克逊避免直接法律麻烦的聪明方式，但歌迷和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 ES 就是针对 S. Naden。 这种隐晦的表达让歌曲既有个人宣泄，又带点黑色幽默。核心主题就是表达愤怒、反抗和对权力滥用的控诉。杰克逊通过 DS 表达了对法律系统、媒体和某些公职人员的强烈不满，特别是那些他认为冤枉或针对他的人。歌曲是杰克逊在职业生涯低谷期的发泄，歌词充满了对不公的愤怒。歌词里唱到 Dom Sheldon 是个冷酷的人，他们想整死我，无论是死是活，充满了愤怒和讽刺。虽然歌曲的核心是杰克逊的个人经历，但他也触及了更广泛的主题，比如权力腐败、司法不公和媒体的恶意炒作。杰克逊用 Dom S. Sheldon 这个角色象征所有滥用权力的冷酷之人，比如 You think he brother with the 3K？ 你觉得他是 3K 党的兄弟吗？这种夸张的措辞带有杰克逊对迫害者的强烈讽刺。这首歌的风格也很硬，融合了流行新捷克摇摆和放克摇滚，带有90年代初的街头音乐气息，节奏感很强，强劲的鼓点和贝斯线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能量，像是杰克逊在用音乐战斗。杰克逊在歌曲中加入了标志性的嘶吼叫声，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但整体比他80年代的经典歌曲更重口味，带着一种愤怒的工业音乐质感。相比 Earth Song 的史诗感或 Stranger in Moscow 的抒情， S 更直接更尖锐，像是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的个人版，聚焦杰克逊自己的斗争。 DS 是杰克逊在 History 专辑中最直白的复仇之歌。1993年的指控让杰克逊感到被背叛，他认为斯尼登的调查不仅不公平，还带有个人针对性。这首歌是他对这种不公的直接回应，充满挑衅。虽然不像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那样引发大规模争议，但 DS 的指向性让它成为歌迷和评论家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杰克逊用音乐攻击具体个人有些冒险，但也有人觉得这是他勇敢面对压力的表现。很多人觉得他展现了迈克尔在逆境中的不屈精神，是他对抗不公的象征。因为歌名指向明确，
所以后来几年，每当迈克尔再次和斯尼登对簿公堂时，这首歌就会被粉丝们反复提起，成了他斗争的背景音乐。DS 这首歌虽然没有 MV， 也没有作为主打单曲大力推广，但它在粉丝心中地位很高。DS 被纳入 History World Tour 演出曲目。杰克逊在舞台上用激烈的舞蹈和表情演绎这首歌，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抗议意味。歌曲的制作水准和杰克逊的表演力无可挑剔，在现场演出中，他总能点燃观众的情绪。再来看《Money》这首歌，这首歌的主题是《贪婪和剥削》专辑里的一首充满批判意味的曲子。虽然它不像《Scream》或《They Don't Care About Us》那么广为人知，但绝对是专辑里一颗隐藏的炸弹，直指贪婪和金钱的阴暗面。被认为是针对93年指控事件中原告的父亲埃文·钱德勒。杰克逊通过《Money》表达了对金钱驱动的腐败和道德沦丧的愤怒，歌中抨击了那些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人，无论是个人、公司还是社会系统。他把金钱描绘成一种腐蚀人性和社会的力量，延续了 History 专辑中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歌词直白又犀利 ，Anything for money, would lie for you, would die for you。为了钱什么都干，为你撒谎，为你去死。这些词直接点出了金钱的诱惑如何让人失去底线。杰克逊还倡导 ，If you want it, then you earn it with dignity。如果你想要，就得凭尊严去赚。表达了他对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信念，同时讽刺那些通过欺骗或剥削追逐金钱的人，把金钱腐蚀人性的力量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对那些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信念，也是对那些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的讽刺。歌词中还隐晦提到了一些社会现象 ：Some people gotta have it, some people really need it。有些人贪得无厌，有些人真的需要，暗示贫富差距和金钱的分配不公。相比 Earth Song 的史诗感 ，Stranger in Moscow 的抒情 ，Money 更像是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的兄弟片。同样是社会批判，但聚焦在金钱的负面影响上，语气更尖锐、更讽刺。这两首歌构成了迈克尔在 History 专辑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他让人们看到，迈克尔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辩护，也在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个人层面，影射自己被商业化和媒体利用的经历，比如唱片公司对他的压榨，还有某些人为了利益对他发起攻击，背后都有金钱的影子。社会层面，他把矛头指向了金钱驱动的整个社会，比如企业贪婪、政客腐败，甚至是人们为了金钱背叛原则的现象。他的音乐风格那种融合了嘻哈和放克，歌曲的鼓点非常突出，贝斯线强劲，营造出一种紧迫感和战斗感，节奏快而有力，像是杰克逊在用音乐开火。主歌部分旋律简洁但抓耳，副歌则更有爆发力。杰克逊用重复的 Money Money 来强化主题，像是敲响警钟。Money 被纳入 History 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出曲目。杰克逊在舞台上用激烈的舞蹈和表情演绎这首歌，配合夸张的动作，比如假装数钱或撕毁钞票，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歌曲的批判意味。当然，评价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觉得他写得太直白，商业吸引力不如其他歌，但粉丝们普遍喜欢他，觉得他展现了迈克尔敢于用音乐直面社会问题的勇气，认为他是 History 专辑中最被低估的歌曲之一。由于 Money 没有独立的 MV， 也没有作为主打单曲推广，他的知名度比 Scream 低，但在 History 世界巡回演唱会中，这首歌的现场表演让他获得了更多关注。接下来这首 Tabloid Junkie 小报瘾君子，可以说是迈克尔对媒体的又一记重拳。
这首节奏强烈的歌曲是专辑里的一首火力全开的曲子，专门用来怼那些八卦小报和媒体的恶意报道，再次将矛头指向媒体，特别是那些相信媒体谎言的人。它虽然不是专辑的主打单曲，但绝对是杰克逊表达个人愤怒和反击媒体的代表作。歌曲描绘了媒体不断扭曲和错误报道杰克逊生活的危险性。93年那场风波之后，各种关于迈克尔的谣言满天飞，很多是毫无根据的八卦和抹黑，什么漂白皮肤、怪癖生活方式，简直是丧心病狂。迈克尔对这些恶意炒作忍无可忍，于是写了这首歌，歌词直白又犀利。Just because you read it in a magazine or see it on the TV screen, don't make it factual. 别因为你在杂志或电视上看到就觉得那是真的。You're a parasite in black and white. 你是个黑白世界里的寄生虫，把那些八卦记者比作吸血鬼，靠编造谎言牟利。他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谣言。They say he's homosexual. 他们说他是个同性恋，或 speculate to break the one you hate. 用猜测来毁掉你恨的人，暗指媒体对杰克逊的性取向、白癜风等私生活的恶意揣测。这首歌就是要告诉听众，醒醒吧，别被这些小报忽悠了。这首歌是杰克逊最直接的自辩之作，充满了对媒体的愤怒和对公众的呼吁，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很少有流行歌手会这么直接地批评媒体文化。他不仅在为自己喊冤，也在为所有被媒体抹黑的人发声，也是在呼吁大家要有批判性思维，不要轻信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这种信息放到今天互联网时代假新闻泛滥的情况下，是不是更有意义呢？这首歌的音乐风格也很抓人，节奏非常抓耳，鼓点强劲，贝斯线厚重，带着一种进攻性的能量，融合了流行、R&B、新杰克摇摆和放克元素，背景合唱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和感染力。杰克逊的演唱在这首歌里非常多样，从低沉的说唱式唱法到高亢的控诉，展现了他的嗓音张力。整首歌的制作紧凑，节奏感超强，听起来就像是杰克逊在舞台上挥拳反击。开头那段模拟收音机播报的音效，夹杂着八卦新闻的播报，一下子就营造出那种媒体喧嚣的氛围。主歌部分旋律流畅，副歌则更有爆发力。杰克逊用重复的 tabloid junkie 喊声来强化主题，像是对媒体的直接呐喊，是专辑中充满愤怒的抗议歌曲，但它的焦点更具体，专攻八卦媒体，而不是整个社会系统。相比 Scream 的个人宣泄，这首歌更有教育意味，像是杰克逊在对听众喊醒醒，别被忽悠了。这首歌虽然它没有 MV， 也没有作为主打单曲推广，但它被纳入了 History 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出曲目。杰克逊在舞台上用激烈的舞蹈演绎这首歌，配合大屏幕播放的新闻标题，强化了歌曲的批判意味。乐评人对 tabloid junkie 的评价总体偏正面，支持者认为他节奏抓耳，歌词犀利，是杰克逊最有力的反击之作，展现了他的勇气和智慧。批评者则觉得歌曲的主题过于个人化，缺乏 Earth Song 那样的普适性。这首歌知名度不如其他歌，但在粉丝心里，它绝对是迈克尔对抗媒体的代表作之一，觉得它真实地反映了杰克逊在90年代的困境。很多人甚至认为它是 History 专辑中最被低估的歌曲之一。好了，这期先讲到这里，下面小结一下，迈克尔·杰克逊的 History 这张专辑远不只是一堆歌曲的集合，它是一部在巨大危机中诞生的艺术宣言，是流行之王为自己写下的辩护书。它巧妙地平衡了商业策略和深刻的艺术表达，既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经典回顾，也有直面内心和时代的全新创作。时至今日，这张专辑中的许多歌曲依然在讨论他们所触及的媒体责任、社会公正、
个人隐私等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History 不仅巩固了迈克尔·杰克逊的地位，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真实的艺术家形象。下一期接着聊专辑中其他的歌曲，希望大家继续关注。